晚上好啊，我是毛一方。前几天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就看到一条很奇怪的新闻。泰国罗永府那边的一个墓地，有11具 baby 的遗体刚刚下葬后就被人偷走了，而且附近的居民还讲，当晚也听到念经做法的声音，看样子肯定就是被偷去做古曼童了。看到这些新闻，我就联想到很多艺人，他们为了可以爆红，就去泰国这边去收养了这些古曼童。这些已经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只是他们不肯承认而已。想到这里，我就好奇的去查了查相关的资料咯，然后就被我发现了一个古曼童超级恐怖的故事。那么我们开始咯。小明是个做餐饮行业的小老板，他是批发冷冻食物的。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非常的辛苦，顾客少生意淡，差一点就连租金都给不起了。有一天，他就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就讲，以前他也是很困难，可是养了一个古曼童过后，生意就变好了。当时小明虽然半信半疑，想这都撑不下去了，不如就去试看看咯。于是过不久，他就去了泰国，找到了那个有卖古曼童的师傅。师傅就讲，古曼童有很多种类型，有招财型的、工具型的、守护型的、招人缘型的、招异性缘型的等等等等。小明当然就选了一个招财型的咯。回到家过后，他也按照了师傅所讲的，每天烧香、供牛奶、供糖果、买玩具给他等等。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在桌子上面放多一套食物，邀请他一起吃。小明呢，平时他就把这个古曼童带在身上，形影不离的。他出门谈客户的时候，他都会和身上的儿子许愿：儿子啊，儿子啊，今天靠你了，帮爸爸一次，让顾客喜欢我的产品，我赚了钱过后买玩具给你啊。讲来也奇怪，就在他认真的供奉了这个古曼童过后，生意就渐渐的有了起色，顾客就越来越多，口碑就越来越好，事业竟然在短时间里面就神奇的步入了正轨。直到那一天，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天，小明遇到一个开连锁店的超级大客户，对方一出手就要下一个超级大的订单，直接可以赚下几年的钱。但是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客户就讲，我们这边的规则呢，就是先拿货，然后每个月尾才结账的。当时小明也犹豫了一下，但是对方是这么大连锁店的老板，不可能赖账啊。他突然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不要钱，可以钱，可以钱。于是迷迷糊糊的小明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拖延这个订单了。过后的几天，小明时常都在想着这个订单的事情。可是每当他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叫他不可以签。刚开始他还以为他是太过兴奋而出现这个幻觉，可是接下来的几晚，他在梦里面都梦见他的儿子哦，他儿子就叫他不要去签这个订单。在那种强烈的警告下，小明就拒绝了那个大订单。结果就在2个月过后，这个要和他合作的大客户竟然突然倒闭了，负责人还拿钱跑了。从此小明就十分信任他的儿子，运气也就越来越好，生意就越做越大。原本就以为他一直会这样好下去，可是不久后，他的反噬也开始来了。有一次，他去了一个生意上的朋友的家庭聚会，原本只是以为吃一个自助餐，结果就看到大家都在后面赌钱。他的运气明明是非常的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上了赌桌过后就不行哦，怎样赌就怎样输，短短的时间里面就输了不少钱。于是他就去厕所向儿子许愿，让他赢钱，要是赢了钱就买巧克力给他吃。完事后他又回到赌桌上，运气是好了一点点，可是回到家结算过后还是输了几万块。过后小明就迷上了那种赌博的刺激感，他每天就准时的去那个朋友家赌钱，每天都赌，每天都输，越输就越不甘心。这个时候他就想，是不是古曼童的法力不够嘞？于是他就四处的寻找增强古曼童法力的方法。不久后，还真的是找到了一个办法哦，就是喂血。那天晚上他真的动手了，他用针刺破手指，
挤出了几滴血，洒在古曼童的嘴巴上，而小明也真的开始转运了，基本上都是逢赌必赢。过后呢，他店也不去，每天就是去赌场赌钱，每天出发的时候都是为了血过后才去。虽然是赢了很多的钱，可是渐渐的，他发现他的儿子的长相有一点不一样了。每当他供上牛奶和糖果的时候，儿子看起来就很像很不满意那样。可是为了血后的儿子，样子看起来就很开心的感觉。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每当小明没有喂血的时候，他的运气就180度的反转。逢赌必输就不讲了，就连他的生意也开始出现了问题。当时小明就真的被吓到了，真的是被吓到了。他就觉得自己必须要赶快送走这个儿子，不然迟早会出事的。于是小明隔天就把香炉收起来，把儿子包进一个红布里面，准备送回泰国。可是养神容易送神难，养了就不要后悔。就在回庙的路上，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在路上跟着导航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就走进了一个偏僻的山路，从大路绕到小路，又转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山路。刚开始他就以为是导航出错了，可是这条路他好像来过。前面是一棵形状很特别，像是在弯腰的老树。走着，又是那棵弯腰的老树。他就这样在那条山路，不管怎样走也走不出去，总是在那个老树那边绕圈，就连电话都没有信号。突然间，在隐隐约约中，他感觉到他儿子的声音：“你说会养我一辈子的，你骗我！”小明当时就被吓得全身发麻了，他就不断的哭着和儿子道歉：“我错了，我带你回家，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小明也知道是不可以把他送走了，于是就接受了这个命运，继续的供奉他的儿子咯。直到后来，小明的生意也倒闭了，古曼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已经出家做了和尚，每天就是在香炉前面供奉着他的儿子。也有人说他已经回不到现实的世界了，他每天就跟他的儿子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空间。那么古曼童到底是什么啊？古曼童其实是死在腹中婴儿的灵魂。这些婴儿的灵魂大部分都是堕胎造成的，或者是他们阳寿未尽，因此他们就会变成在阳间的孤魂野鬼，也不知道要等几久才有再次做人的机会。于是大师就把这些孤魂野鬼收进一个做好的牌子或者物体里面养起来，目的是帮助他们积累福报，让他们可以早日投胎。他被供养过后还会有一些法力，可以帮他的主人做事。一般呢，古曼童都是特别听主人话的，可是如果你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还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些人他就为了赚钱，于是就把一些婴儿的灵魂强行的收进佛牌里，那么这些就不算是古曼童了，基本上算是邪恶的小鬼。一般他们的法力会更强大，当然也会更加的危险。如果要养古曼童，记得去大一点的寺庙里面买不要买错了。这些小鬼或者古曼童，如果供奉的方式不对，喂养生肉或者触碰到血，他们的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几乎控制不到。古曼童非常的重视承诺，要是答应了他的事情做不到，他肯定会生气的。古曼童和小鬼其实都是小孩子，他们会随着供养者的方式和性格而产生变化。如果你做坏事，那么肯定就不会有好下场的。还记得几年前我去了一个朋友家，走进他房间的时候我就看到房间里面放着很多糖果、娃娃、玩具。我当时就想，一个单身的麻辣佬为什么房间会那么奇怪也不知道是不是 gay 的。后来发现不是，原来他有养古曼童。过不久他就跟我讲，有一次他在驾摩托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车祸，当时他就撞到了一辆车，整个人就飞了出去。可是奇怪的是，意外过后他一点伤也没有这个时候佛牌突然就裂了，那么他当然就坚信是古曼童救了他一命咯。
可是呢，他是做黑的。刚开始呢，的确是赚了不少钱，经常请我吃大餐。可是啊，到最后都是没有好下场。认识他不到1年，他就欠下了一大笔的钱，然后跑路了。这几年都没有看到他回家了喽。那么古曼童究竟是福还是祸呢？刚才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纠正啊！可以点个赞的话，当然就更好咯。拜拜，我们下期见。